传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，叫做狼人。每年的月圆之夜，它会露出本来的样貌。本来的样貌？是的，这3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狼人。你能看出是哪一个吗？仔细看中间的这个人，他的眼睛是黄褐色的，并且手上的指甲又长又尖，因此他是狼人。感觉好可怕。别害怕，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而已。深夜，小红帽梦到了自己在森林中赶路，眼前似乎有什么危险的东西，此时他应该拿出什么来防身？小刀和棍子都不足以对抗眼前的生物，反而会让他生起敌意，而拿出肉干扔到别的地方吸引他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眼前的生物果然扑向了肉干，但片刻之后，他还是跟了上来，距离小红帽越来越近。此时应该加快脚步，还是拿刀反击，或者睁开眼睛。小红帽睁开了眼睛，这只是一个梦。小红帽醒来后，却发现妈妈不在家里。走到门口，发现有一个篮子，上面还有一张纸条：去外婆家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小红帽看到了纸条，感到一头雾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小红帽动身去外婆家，她拿出地图。外婆是个喜欢安静的人，因此她家的周围没有邻居。另外，她不喜欢潮湿，她家的周围没有湖泊。那么，哪里是外婆家呢？这栋房子不和其他房子挨着，并且周围没有湖泊，外婆家就在这里。小红帽走到村口，却发现铁匠的儿子拦在前面。森林里很危险，你不能过去。为了能够通过，我们应该拿什么东西来招呼他？眼前的男孩应该不是能用点心来讨好的，但我们可以用草莓派砸到他的脸上。哇！小红帽走进了森林，眼前出现了一名男子，他的眼睛似乎是黄褐色的。小姑娘，上哪儿去呀？此时我们应该如何回答？回答去外婆家送饭，还是去森林摘野果，或者去野餐？如果回答去森林摘野果，男子会发现我们的篮子是满的。如果回答去野餐，也很奇怪，因为不会有小孩子一个人去森林野餐。此时我们不妨先说实话，回答去外婆家送饭。小红帽继续前进，而黄色眼睛的男子却一直跟在后面。这名男子难道是传说中的狼人？小红帽能甩开他吗？小红帽在森林中被黄色眼睛的男子跟踪，对方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狼人。必须想想办法。等等，如果说对方真的是狼人，那么也许也会有狗的习性。或许我可以拿这个来吸引他的注意力。眼前这位一定不是能用食物打发走的，但或许可以把苹果当成小球。嘿！小红帽突然向后扔出苹果，那名男子居然真的扑向了苹果，小红帽趁机溜走。黄眼男子叼着苹果回来后，发现小红帽不见了，立刻焦急了起来。他望向前方的2条路，那么小红帽走了哪一条路呢？右边小溪的对岸可以看到还没有干的脚印，因此小红帽走了右边的路。
小红帽拼命赶路，眼前就是外婆家。但此时听到身后男子的脚步声，他居然追了过来。情急之下，小红帽应该让外婆来开门，还是先躲进草丛，或者自顾自逃跑。此时如果让外婆来开门，会非常危险，但我们也不能丢下外婆自己逃跑。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躲进草丛观察情况。黄眼男子来到了外婆家的门前，他环顾四周，然后敲了敲门。小红帽和他的外婆能脱离危险吗？黄眼男子敲了敲外婆家的门。过了片刻，无人应答。于是男子急忙跑到了屋子的侧面。糟糕，男子已经破窗而入，小红帽立刻跑了过来。外婆！此时小红帽也要翻进来，但必须清理掉眼前的碎玻璃。应该先从哪里动手？此时应该先把手伸进来，打开窗栓。小红帽打开窗户，跳了进来，但屋内却没有人。奇怪，怎么没有人呢？难道他们都藏起来了？那么藏在哪儿呢？是躲在床底下，还是柜子里，或者是从后门走了？还是说……床底下的缝隙很窄，应该没有人能钻进去，而柜子太小了，装不下人。至于这扇后门，我们可以看到在屋内反锁了，因此也不可能从后门走了。仔细看这个地方，有一扇地门，他们去了地下室，这是唯一的可能。外婆家怎么会有一个地下室？小红帽打开了地门，眼前是一道向下的楼梯，里面一片漆黑。必须想办法照明才行。屋子里有这3样东西，选哪一个呢？火把容易点燃地下室的其他东西，不太安全，而钻石本身是不发光的，所以油灯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小红帽走进了地下室，迎接他的将会是什么？小红帽走进了地下室，一会儿就走到了一个岔路口，眼前有3条路，其中有2条路是死路，我们应该走哪一条呢？其他2条路的尽头都是死路，只有走这条路可以通往下一个地方。这个地下室简直像个迷宫，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呢？小红帽带着疑惑继续深入，忽然听到前方传来隐隐约约的脚步声。前面有脚步声，我得跟紧一点。什么声音？小红帽追了上去，眼前有2条走廊，应该走哪一条呢？刚才我们听到了玻璃碎裂的声音，显然是有人打碎了什么东西。再仔细看这里碎裂的玻璃，那么这条路刚才一定有人经过，赶紧跟上去。小红帽继续前进，他来到了一扇门跟前，地上掉了一串钥匙，其中一把也许可以打开这扇门，那么是哪一把呢？这把钥匙刚好对应锁孔，可以开门了。小红帽打开了门，隐隐约约看到一个人影，以及躺在地上的外婆。外婆躺在地上，生死不明，而眼前的黄眼男子慢慢转过了身子。小红帽该怎么办？黄眼男子转过了身，他看向了小红帽。你怎么跟过来了？小红帽摆出了迎击的姿势。哼，你先回答我的问题。你到底是谁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外婆怎么了？
眼下这3个问题，小红帽都想知道。这3个问题都必须回答我。我叫马克，我什么也没做。至于你外婆，我也不知道。哼，不知道，别以为我是小孩子就能敷衍我。那你说，你来外婆家做什么？你又为什么跟踪我？没时间跟你聊天了，赶紧跟我走。男子伸手抓向小红帽，情急之下，小红帽应该怎么回应？别过来，等一下，你身后。让男子注意身后，这是唯一能打断他的方式。况且，小红帽也没有说谎。你身后。黄眼男子一愣，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去，远处真的有一个黑影。这个身影有点眼熟，我以前好像见过。小红帽的记忆中出现了这3个形象，这个黑影是哪一个呢？原来是猎人叔叔。小红帽，离这个狼人远一点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来硬的了。猎人的出现让小红帽看到了一线希望。眼下，猎人将要和这个男子进行一场对决，接下来会如何呢？2人的对决一触即发，猎人按下了墙上的机关，外婆所在的地面开始上升，就好像一扇石门关上了。居然还有这种机关，但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狼人逃跑，还是说想将外婆转移走，又或者是为了遮住月光？小红帽想起了昨晚妈妈讲的故事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生物叫做狼人，每年的月圆之夜，它会露出本来的样貌。难道说是为了遮住月光？你们狼人只要没有月光的照射，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狼人脸色阴冷，只见他举起了一根手指，然后一挥，爪子居然从他手指上飞了出去。危险！等等，这个方向他要瞄准的是……狼人的飞爪破坏掉了油灯，周围瞬间一片漆黑。你们人类只要没有了光源，就和婴儿没什么区别。这2人都还是人类吗？小红帽，快点将你手里的油灯扔给我。好的，可是这怎么可能看得清楚？快！不能犹豫了。怎么回事？看到他们的轮廓了，并且他们的动作为什么变慢了？这个瞬间应该把油灯扔向哪里？此时如果扔给猎人，他还得伸手去接，反而会让狼人有机可乘。不如直接将油灯砸向狼人。油灯砸中了狼人，猎人趁机刺中了对方。他们最终能成功击败狼人吗？小红帽在千钧一发之际砸中了狼人，猎人趁机刺中了对方。应该已经解决他了。小红帽干得不错，刚才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刚才似乎看到了你们的轮廓和慢动作。什么？你确定？其实……小心！又看到慢动作了。狼人的飞爪再次出鞘，此时猎人应该挡哪里？根据飞爪的趋势，挡住脚下。猎人挡住了飞爪，但已经精疲力尽了。判断的不错，那接下来这招你还能看清吗？怎么人数变多了？不对，多出来的人应该是幻影，真身只有1个。那么哪一个是真身呢？只有真身有影子，挡左边。
猎人再次挡住，同时已经被逼到角落。很好，但游戏该结束了。此时猎人应该挡哪里？不行，这似乎是个无解的局面，该怎么办？是先护住头部，还是转手为攻，或者说投降？护住头部仍然会身受重伤，被打败只是迟早的事，而投降，就算对方愿意，此时也停不下来了，只能转手为攻，赌一赌了。那么，应该向哪里进攻呢？往这个方向刺去，这可能是唯一的机会了。往上刺，往上刺！猎人在绝境之下，听从了小红帽的指挥，完成了致命的一击。狼人终于不再动弹，但同时猎人也被飞爪刺中，陷入了昏迷。猎人叔叔，你还好吗？小红帽上前确认猎人的生死，应该根据哪里来判断？方法一，可以用手掌轻轻触碰对方的左胸，确认对方是否还有心跳。方法二，可以用手指凑到对方的鼻孔下面，判断还有没有呼吸。方法三，用手指搭在对方手腕内侧，判断对方还有没有脉搏。因此3种方法都是可行的。太好了，还活着。对了，要赶紧处理伤口。那么应该先进行哪一步呢？先用药膏涂抹伤口，还是先用水清洗伤口，还是说先包扎伤口？第一步应该是先用水清理伤口，然后有条件的话，再用药膏止血，最后才是包扎伤口。小红帽替猎人处理好了伤口，猎人睁开了眼睛。小红帽，那个狼人啊，你现在还能看清吗？现在似乎已经看不到了。看来你这个能力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，那只能通过别的方法判断了。根据整个房间的顶视图和地上的血迹，你能判断出狼人现在的位置吗？血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因此狼人在这个地方。希望他已经去见上帝了，不，应该是下地狱才对。很遗憾，要下地狱的是你，猎人先生。不是吧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谈谈了？狼人想要谈判，那么接下来会如何呢？好了，现在我们是不是能够坐下来谈谈了？哼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我没有在跟你说话。狼人看向了小红帽。现在我只想和你谈谈，布兰妮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小红帽，狼人恢复的速度很快，他只是在拖延时间。趁现在，我们赶紧走。可是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外婆还没有救出来，我也想和狼人谈谈。没有照明工具了。可是外婆还没有救出来。另外，其实我也想和这个狼人谈谈。不要和狡猾的狼人谈判，他们满嘴都是谎言。至于你外婆，很遗憾，她已经死了。什么？我亲眼看到那个狼人杀死了你的外婆，所以他们狼人就是想把我们人类杀光。他马上要恢复了，赶紧走吧。布兰妮，别跟他走，他是个骗子。小红帽，你是相信你猎人叔叔，还是相信这个杀死你外婆的狼人？是跟猎人离开，还是留下和狼人谈谈？如果这个狼人真的是想拖延时间，那再不走我们都会死。还是先跟猎人一起离开，至少能保证安全。等我以后有能力了，一定要为外婆报仇。猎人叔叔，那我们走吧。布兰妮，你会后悔的。两人顺着原路返回，再次来到了来时的迷宫。这次没有油灯，只能凭记忆来找路了。根据小红帽一瞬间的记忆，应该走哪一边呢？
走这边。此时，两人身后传来了野兽嘶吼的声音。不来玩，回来！小红帽，全力奔跑！狼人开始追击，小红帽和猎人能逃出升天吗？小红帽和猎人在迷宫中全力逃跑。此时，狼人也进入了迷宫。接下来的几个路口必须一鼓作气冲过去，根据记忆提前想好一条路线吧。哪条路线是正确的呢？应该这么走才对。此时，小红帽察觉到了一丝不妙。狼人已经追到了这个位置，再过1秒钟他就能看到我们，而他的速度几乎是我们的2倍。真的要继续前进吗？还是左拐或者右拐？如果我们继续笔直向前，那他马上就能看到我们，接下来会在这个位置追上。而左拐或者右拐，至少能暂时不被他看到。走这边！狼人冲出了迷宫，小红帽和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接下来该怎么办呢？再往出口走，很可能会碰到狼人。要不然，再回到你和狼人战斗的地方，继续往里走。行不通了，我刚才按下的机关只能关门，不能开门，也就是说，那里已经是一条死路了。那该怎么办？其实，我记得这个迷宫还有一个秘密出口。在哪儿？我记得当时面前是一个死胡同，身后只有一块红色石头，右手边的墙上有一道裂缝。那么秘密出口在哪个位置呢？如果走到这个位置，那么身后只有一块红色石头，而右边是一道裂缝，因此秘密出口就在这里。两人在迷宫中前进，此时小红帽开始回忆刚才的情景，他发现了一处不自然的地方，这几乎让他的心脏都停止跳动。不对，有个地方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。那么小红帽是觉得哪里不对劲呢？小红帽回忆刚才的情景，他发现了有一个地方不对劲。小红帽，你要冷静，好好整理一下思维。首先要把线索整理出来。刚才在迷宫中逃跑的时候，狼人的脚步声很重，感觉是一个庞然大物在追我们，那么可以推理出每年的月圆之夜，它会露出本来的样貌。这应该就是妈妈昨晚说的露出本来的样貌，可以理解为某种变身。那么狼人当时是怎么达成变身的呢？是他想变就变吗？还是说需要达成某种条件？如果是想变就变，那当时他和猎人战斗的时候就应该变了。而且我记得猎人之前说过，你们狼人只要没有月光的照射，就和普通人没什么区别。这句话当然只是挑衅，但之后的战斗，狼人确实没有变身，也就是说，狼人变身需要月光，这点没错。那么根据这2条线索，可以推理出没错，狼人在我们走后照射了月光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可以推理出狼人打开了石门，这就和之前有一件事矛盾了。那么是哪件事呢？猎人刚才说过，我刚才按下的机关只能关门，不能开门，也就是说，那里已经是一条死路了。根据这2条线索，可以推理出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不对劲的地方是什么呢？猎人在撒谎。那么猎人真的撒谎了吗？如果是真的，那他撒谎的目的又是什么？两人在迷宫中前进，然而小红帽推理出了猎人撒谎的结论。他为什么要撒这个谎呢？想不出来，目前线索太少了。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直接揭穿他，还是默不作声，或者说旁敲侧击一下？
妈妈曾经说过，不要轻易揭穿别人的谎言，除非对方对你没有威胁。如果默不作声，又太被动了，不如先旁敲侧击一下。猎人叔叔，有一个问题我有点好奇，能问问你吗？当然可以，问吧。你似乎对这个迷宫还挺熟悉。没错，因为这里曾经是我的家。曾经是你家？为什么外婆从来……停下！猎人打断了小红帽。前面有陷阱，眼下这3块地砖，其中有一块是机关，踩中了会触发致命的飞剑。那么，哪一块地砖是陷阱呢？仔细看此处墙上的洞，如果踩下这处机关，必然会有飞剑射出，因此致命的机关是这里。两人小心翼翼地走过了这段路。刚才的话题被打断了，要继续追问吗？小红帽陷入思索，而猎人进入了前面的拐角。小红帽，赶紧跟上来！好的。等等，小红帽察觉前方有一处诡异的地方，那么是哪里呢？仔细观察猎人的影子，他为什么摆出了这个姿势？通过影子，小红帽发现猎人摆出了一个不寻常的姿势。小红帽该怎么办？眼前的拐角，小红帽看到了猎人的影子。这个姿势不就是刚才和狼人战斗的姿势吗？现在该怎么办呢？是转身逃跑，还是向前查看，或者说先保持原地不动？如果选择转身逃跑，回去的路有很长一段没有岔路口，一定会被他追上。要上前查看吗？我的勇气都快被用完了。话说今天这一天，我已经快到极限了，什么时候才能让我松口气呢？还是先原地不动，观察一下情况吧。猎人叔叔，我想休息一会儿，你先走吧，一会儿我跟上来。没关系，我等你。有个东西必须让你看清楚。必须让我看清楚？难道是你刺过来的剑吗？小红帽的精神开始支撑不住了，然而猎人还是纹丝不动。怎么办？该怎么办？时间就这么一秒一秒的流逝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冷静下来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如果他真的想杀我，这一路上早就动手了，没必要搞这么一出。小红帽，鼓起勇气，该面对的总要面对。小红帽屏住呼吸，将身体慢慢往前靠了过去。终于找到了。找到什么了？你外婆曾经告诉过我一个口诀，将刀刺入两眼之间，门就开了。只见猎人拿剑对准了墙壁。猎人说的两眼之间是哪里呢？仔细看这两个符号，如果它们代表眼睛，那么应该刺向这里。机关被触发，迷宫的尽头出现了一道亮光。终于找到出口了。虚惊一场后，小红帽终于看到了出口，他松了一口气，发誓以后再也不要来这个地方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冒险才刚刚开始。小红帽和猎人爬出了地下室。这里是哪里？以你外婆家为起点，这个地下迷宫其实一直在往东延伸，而我们现在的位置又会稍稍往南边靠一点。那么他们现在在哪个位置呢？迷宫一直往东延伸，然后再稍稍往南靠一点，因此他们的位置在这里。这附近有个洞穴，我们在那里过一夜，明早出发。好的，我已经困得不行了。两人进入了洞穴，小红帽发现石壁上有一幅壁画。猎人叔叔，这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也不知道画的是什么。话说，我记得以前这幅画还没有被破坏，它完整的样子应该是……
对，印象中应该是这样的。怎么感觉他像狼人？或许吧。我们得休息了，明天还要赶路。两人都不再说话，沉沉地睡了过去。正在小红帽熟睡之时，一团亮光让他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。怎么会有亮光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是一团篝火吗？还是水的波光，或者是别的东西？这显然不是篝火和水的波光，看上去是一团在空中的光点。难道是幽灵？但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眼前？此时我应该做什么吗？是远离它，还是忽略它继续睡，或者说大胆一点，去触碰它？虽然不确定它是什么，但我似乎感觉它是善意的。小红帽在不知不觉间触碰了那团光点，光点进入了小红帽的身体里，小红帽感到一阵困意，于是睡着了。第二天，小红帽和猎人准备动身回村。昨天晚上那个东西是做梦吗？小红帽，打起精神，村子在我们的西边，现在我们得先判断方向。那么，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方向呢？是木桩上的年轮，还是太阳的位置，或者是小木棍的影子？木桩上的年轮和太阳的位置只能辨别大致的方向，但并不精确。最准确的方法是根据小木棍的影子来判断。先将一根木棍插到地上，看它的影子。这就能辨别方向了吗？这只是第一步，我们现在标记这个点，然后等待15分钟。影子移动了一段距离。没错，再标记第二个点，然后把这两个点连起来。那么第二个点的这头就是东边，而第一个点的这头就是西边。原来如此。两人走了一整天，终于在傍晚回到了村子。小红帽看到村子，这让他突然想起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是什么呢？是丢失的篮子，是猎人的谎言，还是妈妈的字条？想起来了，妈妈之前给我留下了字条，去外婆家，再也不要回来。其实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，为什么让我不要再回来呢？好了，终于把你安全送到村子了，那我得走了，再见。对了，没弄明白的事情还有猎人的谎言。现在他马上要走了，我应该直接逼问，还是默不作声，或者说旁敲侧击一下？现在周围都是人，他对我已经不构成威胁了，不用怕，直接逼问。请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还有其他事吗？猎人叔叔，谢谢你把我带回村子，但是现在你该说实话了吧？小红帽将对猎人进行直接的逼问，猎人会如实回答吗？猎人叔叔，你该说实话了吧？小红帽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关于迷宫里的机关，为什么要对我撒谎？迷宫里的机关，我并没有撒谎啊。那么猎人叔叔，你敢和我正面对决吗？用逻辑。什么？对决？那就开始吧。小红帽在这里建议各位观众，在开始之前回顾一下第10集到第14集。准备好了吗？看来你是认真的。好吧，放马过来。当时狼人在迷宫中追我们，虽然没有看到他，但他的脚步声很重，应该是他完成了变身，这点没错吧？小红帽，先不说他的脚步声有没有变重，你连狼人变身都没见过，这就妄下定论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在对方进攻的时候，要冷静、有理有据地进行反击。那么，该对他的哪一句话进行反击呢？确实，我在现实中没有见过狼人变身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那晚梦里的狼人就是他们变身的样子。
你错了，我还真的见过狼人变身，具体画面应该是这个样子的。我说的对吗，猎人叔叔？这确实是狼人变身的样子，但这怎么可能？你是在哪里见过的？这不重要，请继续回答我的问题。当时他的脚步声变重了，你承认他变身了吗？当时他的脚步声确实变重了，但除了脚步声，我并没有发现其他什么异常。因此，脚步声重，也许只是因为他生气了而已。那么该攻击他的哪一句话呢？除了脚步声，你并没有发现其他异常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当然了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此时，两人身后传来了野兽嘶吼的声音。他当时的声音变得像野兽，就算一个人很生气，也做不到这种程度吧？他有这么喊过吗？别忘了，就在下一秒，是你提醒我全力奔跑的。小红帽，全力奔跑！所以别说你没听到。小红帽逐渐占据优势，接下来他将乘胜追击。续接上集，我们继续看两人的逻辑对决。好吧，狼人确实是变身了，那又如何？既然他变身了，那就证明他打开石门照射了月光，而你却说那道石门无法再次打开，你要如何解释？他完成了变身，只能证明他照射了月光。但这个地下室能照射月光的不只有那个地方，比如我们后来找到的秘密出口。还在狡辩，但他的逻辑已经开始混乱了。接下来攻击他的哪一句话？这个地下迷宫我们经过的部分，能照射月光的只有2个地方，一个是石门后面，一个是秘密出口。这点没错。但狼人如果是在秘密出口照射的月光，他必定会先遇到我们，所以你说的情况是不可能的。猎人叔叔，你还不认输吗？等等，可能是。对了，确实，狼人应该是打开了石门，但并不能证明我撒谎了。狼人应该有别的办法开门，毕竟我对这个迷宫也不是非常熟悉。他居然还想挣扎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，给他致命一击吧。还记得我当时问你的问题吗？你似乎对这个迷宫还挺熟悉。没错，因为这里曾经是我的家。你说这里曾经是你的家，并且你还知道陷阱的位置以及秘密出口打开的方法，因此你说你对这个迷宫不熟悉也是谎言。好吧，小红帽，猎人叔叔确实是说了一个善意的小谎言，但我是为了你好。那你倒说说看，怎么个为了我好？因为你的外婆就在石门后面，如果我不说这个谎，那么你必定会去救外婆，而当时的情况紧急，我们必须赶紧逃跑才行。逻辑上似乎也说得通。等一下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就引出了另一个更大的谎言。那么哪一句话引出了更大的谎言？猎人叔叔，也许狼人是对的，你果然是个骗子。续接上回，小红帽瞄准了猎人的这句话。如果我不说这个谎，那么你必定会去救外婆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相信你这句话是实话，但却引出了你另一个谎言。什么？另一个谎言？当时你是这么说的：不要和狡猾的狼人谈判，他们满嘴都是谎言。至于你外婆，很遗憾，她已经死了。既然外婆已经死了，那为什么你还是担心我到了那里会去救她呢？因为……我来替你说吧，因为是怕我不死心吗？还是说怕我想去安葬外婆，或者说外婆并没有死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心里清楚，外婆其实并没有死。小红帽，你让我很吃惊，但你真的是不知好歹。什么？话都说到这里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确实
还不明白？那就让你好好开窍。居然还能回血！骗你说外婆已经死了，就是想让你逃出去。当时狼人马上就要恢复体力，再不走我们都会死。所以你外婆虽然没死，但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救她。现在不能退缩，要攻击她的哪一句话？不对，我们是有机会去救外婆的，就在狼人冲出迷宫之后。走这边。狼人冲出了迷宫，小红帽和猎人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这个时候只要去石门后面，一样可以成功逃脱，还能救下外婆。所以到现在你还是在撒谎。猎人叔叔，你不愿意救外婆，是否另有原因？小红帽，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了，今天到此为止吧。什么？你怎么能这样？我还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糟糕，要让他跑了。等一下。村长爷爷，老爷子，你怎么来了？亨特，说不过就跑，可不是男子汉的作风。但我还有重要的事要去做。等把话说完了，再去也不迟。再说，我们都想听一听。周围的路人都围了上来，众目睽睽之下，猎人一时间无法溜走。小红帽最终能逼猎人说出真相吗？小红帽，继续你的问题吧。好的，猎人叔叔，请看着我的眼睛。第一，外婆当时还活着。第二，我们是有机会去救她的，那为什么不去救她？如果去救她，可能会再次碰到狼人，而且你外婆如果一直昏迷，我们也无法带上她。当时我还是觉得要救你外婆太难了。她已经走到死胡同里了。猎人叔叔，当着大家的面，你确定这是你的理由吗？周围响起了议论的声音。怎么能因为这种原因见死不救呢？是啊，这也太自私了。这还是我认识的亨特。亨特，你这个胆小鬼！亨特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就因为这种理由见死不救，亏你还是村子的守卫。我……猎人叔叔，我相信你绝不是胆小鬼。你不去救外婆，应该是另有原因。亨特，是这样吗？老爷子，关于这点，我会在私下里跟你单独汇报，不方便在这里说。他又想溜走，不行，现在必须掌握主动，不用单独汇报。你不去救外婆的原因，我已经猜到了。什么？小红帽，那你说说看，亨特为什么不去救外婆？猎人叔叔不去救外婆，原因恐怕是，确实是害怕再遇到狼人吗？还是怕自己背不动外婆？或者说是害怕外婆醒来？刚才我就在想，你不去救外婆，真的是怕狼人吗？你可是一个为了救我，敢和狼人拼命的人，所以你并不是怕狼人，而是怕外婆，怕她醒来。小红帽，这个说法很奇怪，亨特为什么要怕外婆醒来呢？虽然这个猜测很大胆，但我必须相信自己。小红帽，勇敢说出你的想法。猎人害怕外婆醒来的原因是猎人欠了外婆的钱吗？还是说将外婆打晕的就是猎人？又或者说是外婆比狼人更凶恶？因为将外婆打晕的人就是你，猎人叔叔。好啦，接下来请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你要打晕外婆？是你们逼我的。猎人扔出了一枚烟雾球，周围瞬间充满了烟雾。他居然又想逃走！亨特，就算是你，也别想跑。猎人先生，别以为你在烟雾里，我就打不中了。他虽然躲在烟雾里，但并不是完全看不到他。那么，应该瞄准哪里？他的脚暴露了他的位置，因此应该瞄准这里。猎人挡住了飞刀，但也因此停下了脚步。亨特，你这烟雾球还是问我借的，
难道你不知道我能化解吗？要化解紫色的烟雾，就需要紫色的粉末。那么，用哪2种粉末可以混合出紫色呢？用红色加蓝色的粉末，就可以混合出紫色粉末。粉末洒向了空中，烟雾在几秒钟后就消失了。情况不妙，我得全力冲刺了。亨特，跟我比试一下吧，直接往他身上砸，他一定能避开。要预判他的位置，那么他会往哪边闪躲呢？看他双腿的姿势，他应该是要往这边发力，直接砸这边。猎人被大锤砸到，于是晕了过去。众人纷纷围了上来。什么？晕了？我知道你一定是装的，请告诉我，为什么你要打晕外婆？好了，小红帽，我觉得他是真的晕了。大伙帮忙，把亨特抬回去吧。看来，等他醒来后，要好好审问他一下了。村长爷爷，其实在我印象中，猎人叔叔并不是一个满嘴谎言的人，但为什么？小红帽，你的印象是对的。不过，一个正直的人一旦说了第一个谎，那么就会用第二个谎言来掩盖第一个谎言，结果谎言越来越多，再也停不下来，最终那个正直的人就会变成一个满嘴谎言的骗子。原来是这样吗？话说小红帽，你不是已经被狼人吃掉了吗？村长突然说小红帽被狼人吃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你说我被狼人吃了？就在2天前的晚上，我看到了这样的画面。很抱歉，年纪大了，能记住的画面很模糊，但只要让我能想起一点什么来，我就能把画面还原。我看到了，这里有一块大红色，这难道是一颗大苹果吗？还是飘在空中的红旗？或者说是一件红色的袍子？这好像是红色的袍子。的确，当时的画面是这样的。这是一头狼人，他把我吃了。但是你现在却活生生地站在这里，这就奇怪了。总之，先到我家来吧，我们好好聊聊。可是，我得先回家，妈妈一定很担心我。你妈妈已经被狼人抓走了，也是在2天前的晚上。什么？难道是那个叫马克的狼人干的？我已经派人去找了，一定会给你一个答案。但现在先来我家吧。是先去村长家吗？还是说先回家看看，或者去找妈妈？村长爷爷，我也很想跟你聊聊，更想马上去找妈妈。但无论如何，我还是希望先回家准备一下，可以吗？也好，那么一会儿见。于是小红帽回到了家。妈妈果然不在。等一下，屋子里似乎和我走的时候不太一样。有3处地方发生了改变，那么是哪3处呢？这个地方，花瓶和木桶兑换了位置，然后是这里，少了一块红布，最后是桌子上多了一根蜡烛。可能是我太紧张了，这应该只是妈妈临走前弄的。不对，小红帽突然想起了村长的话，不可能是妈妈弄的。小红帽突然意识到，家里的变化并不是妈妈弄的，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先整理一下思绪。如果把目前为止发生的事变成一条时间线，周3晚上妈妈给我讲了故事，周4白天我前往外婆家，接着是在迷宫里的遭遇，周5白天和猎人一起回村子，直到现在再次回到家里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家里发生了变化，而当时村长说，你妈妈已经被狼人抓走了，
也是在2天前的晚上。根据村长的话，妈妈是在什么时候被抓走的呢？没错，是在我出门之前。那么家里的变化就不可能是妈妈弄的，也就是说，在我出门后的这段时间里，有一个未知访客来过。这个访客是谁？他又是什么时候来的呢？等等，家里的3处变化，似乎其中有一处可以推断出未知访客来的时间。那么是哪一处变化呢？没错，是点燃的蜡烛。通过桌子上留下的蜡，可以推断出这个蜡烛是什么时候点燃的。桌子上几乎没有蜡烛燃烧后流出的蜡，难道说这个蜡烛是刚刚才被点燃的？这意味着点蜡烛的人才刚刚离开吗？还是说还来不及离开？刚刚回家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有人从家里出来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人还藏在家里。小红帽的家里可能藏着一个人，接下来小红帽应该怎么办？那么他会藏在哪里呢？我们家并不适合捉迷藏，唯一能藏身的地方只有烟囱里。藏在烟囱里的这位，如果你有事找我，那么请你光明正大的出来。怎么回事？突然很困。居然被你发现了，看来你果真不是普通的小女孩。该怎么办？是奋起反抗，还是拼命逃跑，或者试图沟通？这是哪里？为什么周围那么多人看着我？眼前有几根铁条，难道我是在一扇铁门前，还是笼子里，或者说铁栅栏旁边？怎么会？我在笼子里，好热，怎么会那么热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喂，你们这群人是不是疯了？把他给我按住！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他是我们的小红帽啊！范特，睁大眼睛看清楚吧，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小红帽了。村长爷爷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小红帽，对不起，这是村里的规则。放我出来啊！愿神明保守你的灵魂。我不甘心，难道这就是结局吗？不，这不是你的结局。谁？我会帮你回到曾经的十字路口，而你要找到另一条路。你说的话我不太理解。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问题要问，但是你现在的精神力还不能在这里停留太久，做出选择吧。是就这么结束你的一生，还是献出你1/4的灵魂，获得重来一次的机会？如果这不是梦，那么我接受，请让我重新来一次。很好，我会带你回到那个十字路口。记住，时间并不是一条笔直到底的小路，而是一座迷宫。这里是哪里？狼人，还有猎人叔叔。那么这里应该是外婆的地下室吗？还是我的家里，或者说是附近的山洞呢？
周围一片漆黑，而只有这2个人在，那显然是外婆的地下室。那么现在的时间是……根据之前整理的时间线，那么现在是周4晚上。难道我真的回到了过去？太不可思议了！此时，猎人看向了小红帽。不要和狡猾的狼人谈判，他们满嘴都是谎言。这句话我听过，他在劝我不要和狼人谈判，而就在前一刻，狼人要求和我谈谈。至于你外婆，很遗憾，她已经死了。这个家伙又在撒谎。好吧，不能加这个又字。猎人叔叔，你确定吗？我亲眼看到那个狼人杀死了你的外婆，所以他们狼人就是想把我们人类杀光。他马上要恢复了，赶紧走吧。布兰妮，别跟他走，他是个骗子。小红帽，你是相信你猎人叔叔，还是相信这个杀死你外婆的狼人？是跟猎人离开，还是留下和狼人谈谈？上一次我选择了跟猎人走，那么这次……狼人先生，那我们就好好谈谈吧。这一次，小红帽选择了和狼人谈谈。小红帽，你脑子坏掉了吗？有些事情我必须要弄明白。那就连命都不要了吗？我觉得这个狼人并不是想要我的命。为什么你会有这种错觉？行了，猎人先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。现在，请你离开。拜托了，猎人叔叔，请相信我的直觉。猎人长叹一声，默默走了出去，而狼人意味深长地看向了小红帽。布兰妮，你真的不怕吗？是的，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你并不是想要害我。哦，说说你的判断。白天我甩掉你之后，我回头望了一眼，你的表情并不是愤怒，而是一种担忧。再次在迷宫里见面时，你的第一反应不是窃喜，而是焦虑。当你在和猎人战斗的时候，只要花1秒钟就可以除掉我这个绊脚石，而你并没有。直到现在，你的种种行为，与其说是在追捕，不如说更像是在伺机狩猎，还是偷偷侦查，或者说是暗中保护。没错，你更像是在暗中保护我。我说的对吗？你的敏锐超过了你的年龄，我认可你了，请原谅我之前的鲁莽。为表达歉意，重新回答你之前的3个问题。我的3个问题。对了，我想起来了。第1个问题，我叫马克，我是一名狼人，同时也是你外婆的门徒。什么？门徒？是的，我所有的本领都是你外婆教的，那都是在你出生前的事了。我外婆那么厉害吗？难道说外婆曾经是军人吗？还是说外婆曾经是猎人？又或者说外婆是狼人？难道外婆是狼人？没错。第2个问题，1个月前你外婆突然写信给我，说让我赶紧回到阿斯菲尔德保护她的外孙女，特征是披着一件红色的斗篷。看来那个人就是你了。这么说，是有人想害我？那么想害我的人应该是猎人叔叔吗？还是村长？或者说另有其人？想害我的人是村长吗？你外婆的信里的确是这么说的，但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该怎么回答呢？还是先不要告诉马克叔叔我重生的事吧。那么哪条线索可以说出来呢？说出妈妈的留言，还是来我家的未知访客，或者说出村长把我烧死了？这2条线索目前还没有发生，只能先说出妈妈的留言。今天早上妈妈给我留了字条，让我去外婆家，再也不要回来。看来你妈妈知道有人想要害你，但这不是很奇怪吗？哪里奇怪了？既然妈妈知道有人要害我，那么应该让我去找村长才对啊。村长爷爷可是村子的守护神，没有他解决不了的事。而这次你妈妈却让你离开村子，那只能说明是村长本人要害你。合理。好险，
还好我聪明机智，蒙混过关了。那么第3个问题，猎人刚才是骗你的，你外婆并没有死，只是晕过去了。说完，狼人站了起来。至于他是怎么晕的，我还不清楚。走，去看看吧。好的。对了，马克叔叔，这道石门能打开吗？当然，不过需要记住口诀。口诀？你外婆曾经告诉过我一个口诀，将刀刺入2眼之间，门就开了。你外婆把每个机关打开的方法都编了一句口诀，比如这里把怪兽的尾巴切断，门就开了。狼人伸出了爪子。我叫马克。好吧，马克伸出了爪子，那么应该刺向哪里？应该刺向这2块石砖中间的缝隙。外婆不见了，2人立刻跑到了石门后面。我们可以看到密室的顶视图，那么外婆在哪里呢？这个方向有一道拖痕，我们去这边。顺着拖痕的方向，2人看到外婆倒在地上。外婆！小红帽连忙探了探外婆的呼吸。不是吧，外婆没有呼吸了。小红帽发现外婆已经没有了呼吸。这不可能！我刚才看过，她并没有受到什么致命伤，但是她移动了一段距离，这说明是有人将外婆移动过吗？还是外婆自己爬过去的？你外婆是深度昏迷，绝不可能那么快就醒来，那只能说明这座迷宫里除了你、我、外婆、猎人，还有一个人。布兰妮，提高警惕。小红帽还是在不停地哭泣。我知道你现在很难过，但我们必须马上走。我知道了，就给我1分钟，可以吗？相信我，我现在比你更难过，但我们只能向前看。只能向前看吗？对了，好像也未必。什么？没什么。马克叔叔，你看，外婆似乎在地上写了字。的确，这写的是什么呢？按照外婆书写的角度，应该倒过来看。没错，并且字的下半部分似乎是被蹭掉了。那么，外婆写了什么呢？莅临山、奇森山、童梦山。难道是童梦山？这是一个地名吗？但我好像没有听过这个地方。是的，因为这个地方属于迷雾区域，所以几乎没有人去过。我们所在的阿斯菲尔德在这片大陆的这个位置，往西边可以通往不同的国家，东边常年被迷雾笼罩，而童梦山的位置就在大概就在这里。外婆是想要让我们去这个地方吗？似乎就是这样，但前往迷雾区域和自杀没有什么区别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没有什么童话，只有噩梦。好了，该走了，至少得找个地方将你外婆安葬。更何况我们还不知道杀死你外婆的凶手藏在什么地方。好的，前面又有2扇门。话说这里为什么有那么多分岔路？你外婆为了锻炼她的门徒，经常在迷宫里放一些危险的东西。此时，门后传来嘶吼的声音，然后让我们判断哪一条路是安全的。那么应该走哪扇门呢？布兰妮，你来选。刚才嘶吼声传来的时候，这扇门在震动，
说明野兽应该在这扇门里，因此应该选另一扇门。很敏锐，但别以为选了另一扇门就高枕无忧了。接下来怎么走都由你来选择。不是吧，马克叔叔，你欺负我？放心，万一选错了，我会保护你。两人在迷宫中前进，很快就走到了一个分岔路口。怎么又是分岔路？那么该走哪一边呢？这条路上有怪兽的投影，和那一次的情况类似，那么应该选另一边。不对，你选错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怪物会追上来，此时背对着敌人会更危险。记住，有时候直面恐惧反而是最安全的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这个怪物交给我就行。怪物看到马克，立刻逃走了。继续。又有2扇门。有什么东西在敲门？在迷宫中听到有东西在敲门，千万不要给他开门。眼前一扇是木门，一扇是铁门，听敲门声，应该打开哪扇门呢？这个敲门声应该是铁门的声音，那么应该打开木门。不错的判断。我想回家。继续。救命！救救我！还没结束吗？我要死了！继续。奇怪了，马克叔叔，杀死外婆的凶手应该还在迷宫里，但为什么到现在我还没发现？马克叔叔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怪物的速度飞快，但杀伤力很低，用来做你的第一个对手正合适。什么？马克叔叔，我只是个9岁的小女孩啊！一个能用油灯砸中我的9岁小女孩。你别误会，当时我只是脑子抽筋了而已。知道了，但战斗开始了。这是闹的哪一出？怎么？难道只允许你才有专属的场子吗？前方的生物攻了过来，马克用他庞大的身躯挡住了进攻。真拿你没办法，那就先帮你把他打残吧。接下来，你来给他致命一击。可是我要怎么进攻？看到左边的墙壁了吗？左边的墙壁。哇，原来这里是武器库。那么选择什么武器好呢？锤子我拿不动，爪子有点野蛮，枪不行，比我人还高。剑倒是比较帅，但匕首比较灵动。还是匕首更适合我吧。不，你必须选择钩爪。为什么？你马上就会知道的，别墨迹。好吧，这真的适合我吗？试着攻过去。在这里，嘿，对不起，没打中。对方再次发动了进攻。没关系，再来。嘿，又没打中。别停下，想想你之前是怎么用油灯砸中我的。好，我要像上次一样集中精力。嘿，多试几次总能打中的。嘿，嘿。再这样下去，我都快要被挠死了。但我已经很努力了。行吧。难道必须要性命攸关才能激发出他的潜力吗？我感觉我好没用。别这么想，至少你快要走出这座迷宫了。太好了！小红帽朝出口跑了过去。那个凶手一直没出现，似乎有点顺利过头了。等等，难道那个凶手还埋伏在迷宫里，还是已经逃走了？或者说埋伏在出口？布兰妮，停下！啊！我叫布兰妮，
出生在阿斯菲尔德的一个小村庄里。从小，妈妈就让我穿着红色的兜帽出门，因此大家都叫我小红帽。最近接连遇到了可怕的事，又出现了很多谜团，我好想去解开这些谜团。然而，再过0.5秒，我就要死了。又能看到慢动作了，眼前是个什么东西？无所谓了，现在必须闪躲，还是抬手去挡？闪躲需要1秒钟，来不及了。抬手用爪子去挡，可能快一点。抬手的同时，握紧拳头，将钩爪全部伸出来，然后往哪里挡？他应该是要攻击我的右脸，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应该来得及。小红帽挡住了进攻。布兰妮还活着吗？我没事。这个是刚才在迷宫里的，只是一头野狼而已。这么说，凶手还是没有出现，他是逃走了吗？应该是的，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们先出去吧。小红帽和马克走出了外婆的地下室，并将外婆安葬。米兰达，你外孙女就放心地交给我吧。至于那个凶手，我一定亲手杀了他，为你报仇。如果再次回到过去，要怎么做才能救外婆呢？布兰妮，哎，怎么突然这么凶？刚才太冒失了。你是个聪明、机智又果敢的小女孩啊？是吗？但只是在你独自面对危机的情况下，一旦你有人保护，你就会变成一个又傻又天真的小女孩。但是小孩子不都是这样吗？还狡辩，看来你外婆训练门徒的方法是对的。糟糕，我有不祥的预感。布兰妮，我现在郑重地问你，要不要去童梦山？的确，得好好考虑这个问题。你现在有2个选择：第一，前往我居住的国家，那里绝对安全；或者前往童梦山，但很可能有去无回。我妈妈曾经跟我说，在做决定时，就想象一下，过了10年后自己会不会后悔。说实话，我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但外婆在临死前写下这3个字，如果辜负了她的遗愿，我一定会后悔一辈子。明白了，既然你已经做好了觉悟，那么你还有什么牵挂吗？牵挂？对了，妈妈。你妈妈已经被狼人抓走了，也是在2天前的晚上。什么？难道是那个叫马克的狼人干的？这件事必须搞清楚。要直接问吗？是直接问他，还是默不作声，或者旁敲侧击？目前来看，这个马克叔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，直接问吧。马克叔叔，我听说妈妈被狼人抓走了，是你干的吗？不要一提到狼人就想到是我。好吧。虽然我离开阿斯菲尔德已经10年了，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们村至少有6个狼人。啊，有那么多吗？看来抓走妈妈的另有其人。可以了，你外婆一定希望我们赶紧出发。童梦山在东北方向，我们得找到一个沿途的落脚点。好的，如果要前往东北方向，那么选择哪里作为落脚点比较好呢？这2个地方都不错，但这条路都在森林里，更加隐蔽，那就定这里吧。落日酒馆，天亮之前我们必须赶到那里。之后的行程，我们都是白天休息，晚上赶路。为什么要颠倒过来？因为我们狼人擅长在夜晚行动。
音刚落，周围出现了无数双黄褐色的眼睛。但是，狼也喜欢在夜晚行动。别害怕，小场面而已。一头狼瞬间朝小红帽扑了过来，此时应该是往后闪避，还是护住头部，或者马上趴下？你只需待在原地，然后闭上眼睛，懂了吗？好的，懂了。我才不闭上眼睛呢！是狼人变身，就在我眼前。既然你要看，那就别眨眼。独自面对，就凭我。所以你要成长起来。看仔细了，如果将初次修炼到极致，那么就可以使出四杀。看仔细，顶级的四杀不会声势浩大，而会是静默无声。狼人马克变回了人形。马克叔叔，你变回来了。是的，变身的状态非常消耗精力，不能维持太久。原来是这样，不过这变身实在是太厉害了。但有点奇怪，巨型种狼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地方。啊？是吗？其实那么可怕的东西，我觉得都不应该出现在儿童节目里。布兰妮，严肃点。从我们刚才在迷宫里开始，我就隐隐感到奇怪。那头野狼看到我就选择回避，等我们到达出口后，看准时机对你进行偷袭。一般迷宫里的野怪不会有这种心机。而我们到了外面后，那头野狼的同类便开始围攻我们。有狼军师也就算了，连巨型种狼都出动了，这事情不寻常。难道说是一连串的巧合吗？还是说是狼军师指挥的？又或者说狼群背后有人指使？难道狼群的背后有人指使？没错，这些狼的背后恐怕有一名驯兽师。驯兽师？
但如果是有经验的驯兽师，应该知道这些狼是奈何不了变身后的狼人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是驯兽师小看马克了，还是说那个驯兽师是新手？又或者说，狼群只是用来消耗的？马克叔叔，难道刚才的狼群只是用来消耗你的？你的判断有误，进步了。是谁？哈哈，如果我记得没错，狼人在变身之后会有5分钟的时间无法再次变身。好，那就在5分钟之内解决这个狼人。哎，看来又要出汗了。就凭你们几个还奈何不了我？刚才偷袭我的是……应该是那个拿长矛的，能够在我还没察觉的时候攻过来，这个人不简单。百夫长叔叔、大胡子叔叔、发明家叔叔，你们是来抓我的吗？小红帽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你现在正被一个狼人绑架，我们是来救你的呀。这不是绑架，先让我跟你们好好解释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但必须先解决掉这个狼人。布兰妮，他们的目的是抓你，保护好自己。啊！居然还一副正义凛然的样子，你们狼人犯下的罪孽还少吗？布兰妮在身后，不能躲，按照远近顺序切掉子弹，左中右，还是中左右，或者右左中？按照右左中的顺序切掉。这是我特制的子弹，会爆炸哦。看来这个火枪手要优先解决。不是吧？这都没炸死。马克的爪子朝火枪手飞了过去。远距离进攻是白费力气，因为没有我挡不下来的飞行道具。我先去装填子弹。有2下子，那么就用横扫近距离解决你们。什么？马克的爪子被打断了。呵呵，我的铁拳套刚好克制你们狼人的爪子，看招！不能正面和他的拳头硬拼，要用削力。那么应该往哪个方向削？往这个方向削，就能化解他的进攻。先解决一个。不好。装填完毕，我最喜欢空中的靶子。不妙，那个大胡子敢于和我近距离肉搏，拿长矛的杀气最重，在中距离牵制，然后那个火枪手在远距离狙击我，这3个家伙配合的严丝合缝，看来只能拼尽全力了。什么？马克叔叔居然处于劣势，此时我应该是再次尝试劝架，还是原地观察，或者说上去帮忙？劝架恐怕是行不通了。虽然马克叔叔让我保护好自己，但我不能再做胆小鬼了。我要上去帮忙。马克叔叔，我来帮你了。但完全插不上手。不好，马克叔叔的生命力在下降，但对面2个近战的下降速度更快，
按照这个趋势，应该能赢。关键是发明家叔叔的炮弹，以马克叔叔的状态，最多还能承受1发、2发，还是3发？我记得打中后是扣掉1300，而马克叔叔还剩1500多的生命力，那么最多只能再承受1发了。至少我能用我的能力盯紧发明家叔叔的位置。那么发明家叔叔现在躲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我记得妈妈说过，要准确的向某人表达方向，可以把它看作钟表的圆心，周围一圈是钟表的12个数字，12点就是它的正前方。那么发明家叔叔的位置在几点钟？这个方向就是马克叔叔的4点钟方向，小心，我枪手在4点钟。喂，不是说只要狼人不变身，就和普通人没区别吗？还是不好对付啊。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拖住他就行。汉姆，交给你了。总算赶上了。什么？还有一个？小红帽，该回家了。大锤叔叔，你别过来。小红帽，你锤子叔叔来接你回家了。不好，那个胖子是冲着布兰妮去的，要优先解决。你的对手是我们。可恶！布兰妮，快跑！小红帽，别跑！大锤叔叔，你最不喜欢跑步了，我求你别追了。小红帽，吃我一锤就好了，不疼。不用怕，用我的能力应该可以躲开。什么？为什么用不了了？难道？看来你这个能力是有使用次数限制的。难道我已经到极限了吗？怎么办？对了，大锤叔叔平时和我关系挺好，不如继续逃跑，还是跟他拼了，或者装一下可怜？好疼啊！大锤叔叔，你想砸死我吗？小红帽，刚才那下只是提醒你不要抵抗了。刚才那个声响是什么？难道那个胖子想砸死布兰妮？去救布兰妮，还是先解决眼前的3人？如果那个胖子只是想把布兰妮抓走，那么解决这3个人后，应该可以再追上。但万一那个胖子是想下杀手，那就糟了。先救布兰妮。杭白君提醒各位观众，动画里的角色有时也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此时的马克不了解全部的情况，因此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的判断。有破绽。糟糕了。对不起，只要有一瞬间的大意，我就能打中你。糟糕，马克叔叔，是继续跑，还是回去救马克叔叔？要认清现实，我现在根本没能力救他，只有先逃跑，然后相信马克叔叔能活下来。放心吧，小红帽，接下来这一击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，只会让你离开这里。啊！我在空中飞吗？虽然那下确实不疼，但接下来我会摔死的呀。好吧，马上就要去见那个光球了吗？这是干草堆，得救了！小红帽从干草堆里爬了出来。先得搞清楚我在哪里。这里是刚刚发生战斗的地方，那么我现在应该在……周围都是黄色的干草堆，没错，我应该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接下来应该去哪里？小红帽，是你吗？海伦姐姐，你好像受伤了，快让我看看。给她看伤势，还是远离她？
总觉得不对劲，不能靠近他。怎么了？海伦姐姐，你也是来抓我的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你海伦姐姐，我们关系最好了。那么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昨天晚上，你妈妈被狼人抓走了，村长派了村子里最能干的几个人去找，所以我正好路过这里。他的解释是实话还是谎言？海伦姐姐，你就不要骗我了。刚才大锤叔叔把我扇飞，不偏不倚，刚好落在这个草堆里，而你刚好就出现在这个地方，这实在是太巧了。所以，你恐怕不是碰巧路过，而是和大锤叔叔串通好的。这小丫头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敏锐了？原来被你发现了，那我就不隐瞒了，我确实是和韩姆说好的。那么你觉得韩姆是想要害你，还是想要救你呢？当时马克叔叔已经生命垂危，一旦他们打赢了马克叔叔，那么我一定会被抓回去。这么看来，大锤叔叔似乎是救了我。没错，我和你大锤叔叔是站在你这边的，和那3个莽夫不一样。原来是这样吗？好了，快过来吧，让我给你看看伤势。不对，有一个地方还是有点不对劲。海伦姐姐已经靠过来了，但我需要时间思考，必须要再发动一次那个能力，只要一次就行。小红帽，干得好！现在好好整理一下思绪，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海伦姐姐是来帮我的，还是来抓我的？首先，在上一集我是这么推理的：第一，大锤叔叔把我锤到这里，而海伦姐姐刚好在这里出现，那么他们2人一定是一伙的。第二，大锤叔叔在马克叔叔烈士的时候把我锤了过来，似乎是在帮我。这2条线索可以推理出海伦姐姐也是来帮我的，但如果在某一种情况下，这个结论就会完全颠倒过来。这个情况是，大锤叔叔并不知道我会飞到哪里，大锤叔叔并不知道马克叔叔处于劣势。大锤叔叔并不知道我会飞到哪里吗？不会的，他应该是算好的，否则海伦姐姐也不会出现在那里。如果大锤叔叔并不知道马克叔叔处于劣势，那么他把我锤飞的行为就不是为了救我，而是为了让我摔死，将我和马克叔叔分开。他应该不是想让我摔死，否则直接一锤砸死我就行了，而是为了将我和马克叔叔分开。但这个条件只是我的假设，有没有证据呢？对了，我记得百夫长叔叔这么说过。没关系，我们只要拖住他就行。汉姆，交给你了。没关系，只要拖住他就行。这句话意味着，他们只要拖住马克叔叔，大锤叔叔就能完成任务。既然如此，马克叔叔是否处于劣势？与其说大锤叔叔不知道，不如说大锤叔叔根本不用去在意。原来如此，整件事情应该是这样的。我和马克叔叔在迷宫里碰到的狼，应该是驯兽师的哨兵。他在遇见我们后，立刻跑去通知了驯兽师。在我们走出迷宫后，驯兽师先用狼群消耗掉马克叔叔的变身，然后他们3人立刻上来围攻，但他们并不确定能不能打赢，所以再派大锤叔叔把我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将我和马克叔叔彻底分开。最后由海伦姐姐抓我回去，这就是他们的整盘计划。一个为了把我抓回去而精心设计的圈套，是谁设计的呢？不知道，目前线索太少了。回到一开始的问题，海伦姐姐就是他们计划的最后一环，她是来抓我回去的。那么此时应该逃跑还是求情？
就连平时最喜欢我的大锤叔叔都没办法说通，这说明他们是铁了心要抓我。不要妄想可以通过求情解决了，必须立刻逃跑。小红帽，你怎么开始逃跑了？只管全力奔跑，不要回头。小红帽，你先停下来好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布兰妮，你给我站住！不好，是海伦姐姐的飞刀。刚才那下只是警告，小红帽，不要惹我生气。他果然不会就这么放我跑，怎么办？布兰妮，终有一天你要独自面对。好吧，躲不过的终究躲不过，该面对的还得面对。我能行吗？小红帽，你这什么造型？难道你想跟我正面对抗？你应该最清楚，就算是速度再快的人，也躲不过我的飞刀。小红帽，之前那头野狼的突袭，你都挡下了，这一次一样可以。虽然手疼得发抖，但至少挡住了。不可能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等等，他的眼睛变成了黄褐色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村长果然是对的。小红帽干得不错，但是姐姐我生气了。飞来了3把刀，不对，其中有2把应该是虚刀，它们的旋转方向和真刀相反。那么哪一把是真刀？这把刀的旋转方向和其他2把不一样，这是真刀，挡住它。好疼！明明挡住了，但生命力还是会下降。海伦姐姐，你真的会杀死我吗？刚才我控制了力度，否则你已经死了。乖一点，别挣扎了。海伦姐姐，我必须要走，这是外婆的遗愿。好吧，那就别怪姐姐了。接下来这一刀不会杀死你，但会让你全身麻痹。难道是海伦姐姐做手术用的麻醉刀？糟糕，能力消失了，完了！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谁对谁错，但对一个小女孩使用飞刀的人，我亨特绝不轻饶。